你的意思是说建中是台湾美术的母校，是这意思吗？不过Hey yo, welcome to Painterver 这个绘画以及画家的频道，我是画家杨力。然后我们今天邀请了我们的来宾，就是奇遇老师武丁木。一般大家都叫你武丁木，还是叫你？就叫我刘奇遇就好。OK， 奇遇老师好。今天叫奇遇老师来，因为我跟他在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第一个，他是台美史的专家，这样称呼你不为过吧？还有，我是来道歉，就是因为你讲怀那种作品，以你对我高中的认识，你会知道是我觉得很不怎么样的那一种。我至少高中愚蠢的时候的我，对。可是我现在再来看，我会觉得非常的惊人，真的是一个画得非常好的画家。但是因为当时只有一个写实脑嘛，至少是我，那其实我看不懂。那我现在可以看得懂。那我就想找奇遇老师来聊说，不管是你讲怀也好，这样也好，还包括台湾水彩的一些转向啊，一些发展，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应要聊像你这样专业人士来谈。尤其水彩跟台湾非常的深根呐，就是它关联性非常强。OK， 我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这次看完北美馆这个展览，对于这个展览有什么特别值得我们看的？有什么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然后对于你讲怀，我们应该要知道什么？还是要先提一下倪蒋怀是谁。那倪蒋怀是日治时期的台湾水彩画家，老师是日本来的一位水彩画家，叫石川清一郎。可能很多人会在美术课本上、历史课本上看到他的名字。石川清一郎同时也是很多像陈澄波、李梅树等等的这些前辈画家的老师。他对台湾西洋绘画的发展是有一个影响力的存在，台湾西洋画的一个启蒙者的一个角色。那石川所带来的水彩画是一种英式的风景的水彩画。倪蒋怀是石川的算是大弟子，他在1910年代的时候就跟石川在学校里面上课学画，然后他终身也都在创作水彩画。然后这个展览里面就是展现了倪蒋怀一生的一个创作轨迹。倪蒋怀他其实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画家，他同时也是矿场的经营者。然后也是一位艺术赞助者，曾经当过学校的老师。然后绘画其实是他在这些工作的闲暇之余是从事的一个业余的兴趣。当然他其实非常看重这个业余的兴趣，终身都想要去推广水彩画的这个媒材。然后在这个展览里面可以看到是倪蒋怀在石川清一郎的指导下，他早期有临摹一些日本一些水彩名家以及他老师的一些作品，去学习所谓的线性透视，学习风景画的一些基本的观点跟构图的原则。之后就是他开始进入职场工作，经营矿坑，所以他就有机会前往像瑞芳、基隆、猴硐这些地方去描绘当地的风景。那这些地方有很多的矿场存在，但也都比较不是观光的地方，所以其实倪蒋怀也是因为有这样的契机，所以他成为台湾最早描绘瑞芳这一带风景、矿场风景的一个画家。北海岸呐，对，他也描绘了像是基隆的海港的一些景色，猴硐的矿山的河流啊，还有隧道，还有矿场的那个景观。他有时候也会搭火车来台北市工作，或是跟画友交流，所以台北市的大稻埕、万华、植物园、公馆，他都有去写生，这样他会跟着好朋友去这些地方写生，画个4开8开的水彩纸。尤其像基隆，因为日本时代基隆是军事要塞，所以被规定其实你是不能去写生画画的。那倪蒋怀是他有一些跟军方的一些关系，善于社交，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临摹这样的基隆的风景。我好奇他是在什么情况底下遇到石川，然后开始学习水彩？对，石川清一郎他本质上其实是一个军人，他是日本陆军的翻译官，打过八国联军，参加过日俄战争。那他是来台湾从军期间，石川就在现在的建国中学，以前的台北一中，以及现在的台北市立教育大学以前的国语学校教课，当学校的图画老师。然后倪蒋怀是他的学生这样子。就是学校里面的学生。对，所以石川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契机，在学校里面就是推行台湾的现代西画教育。陈澄波、李梅树、李石桥都是他在这个时候1910到1920年代这段期间陆陆续续培养的学生。你的意思是说建中是台湾美术的母校？是这意思吗？不过建中是台北一中，在当时还是以日本人的学生为主。那倪蒋怀怎么进去的？倪蒋怀是进国语学校，国语学校是很多台湾人会去读的学校。他那当时的国语学校指的是日语嘛，对不对？
当然是日语啊。这些国语学校学生出来之后，他就会被要求你要进去各地的公学校、小学校当老师这样子。所以石川七郎的画风跟他所传授的现代美术的知识，透过这种方式进入到台湾各个乡镇间的公学校，造就台湾的美术的一个基础的知识启蒙。所以石川也成为很多台湾前辈画家老师的老师，这样像郭雪湖台展三少年，他的老师就是石川的另外一个学生陈英生，就是有类似这样的情况。看在展览当中，他蛮强调跟自己老师石川这样的关系。那个宝丰美术馆原本想建的那个美术馆，对，其实里面就有大量的石川的作品。对，因为他对石川老师非常的崇敬，不管是把他视为一个画风上追求的典范，还是对他为人的一个崇敬，所以倪蒋怀也收藏非常多石川七郎的作品，然后想要放在美术馆里面去展示。在这个展览中，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石川七郎的画作，他的画作就是有点融合了英国的水彩风景画以及一点法国巴比松画派的一些风格在里面，然后去描绘台湾跟日本的风光。石川也是最早第一个去用现代美术的风景观来看待台湾的风景，然后去教导学生说台湾的风景应该被怎么样的描绘跟欣赏。例如说台湾的色彩、光线的色彩跟日本是不一样的，差别。然后山都是绿色的，不像日本可能有很丰富的四季多变的那种树的颜色，比如说秋叶啊，或者是对，然后台湾有那种红砖的房舍、还有水牛，这些景观都是日本没有的。然后透过把这些景观给凸显出来，创造所谓台湾的一个特殊的风景的要素，也就是所谓的地方色彩 （local color） 就是这个样子。你有看过当时其他的水彩画家对于倪蒋怀的评价吗？就像我前面讲，他并不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画家，他的创作时间也没这么多，所以同时代倪蒋怀还有许多的晚辈，同辈晚辈的画家，尤其是像蓝荫鼎，大家可能比较听过的名字，他就是石川七郎后来的学生，他在那个时间点的一个表现就高出倪蒋怀许多，因为倪蒋怀可能终身没有得到很多的展览的成就，但是蓝荫鼎却接连的入选台展或者是日本方面的很多的像地展这样的一个大展这样子。如果回到那个时代的话，倪蒋怀的角色其实更多是被看待成一个赞助者。例如他赞助了很多的画会，或赞助台湾成立美术的学校，邀请老师在里面画石膏像，指导学生。像什么洪瑞麟啊、张万传这些后来的前辈画家，都是在那个时候进入了倪蒋怀所赞助经营的学校里面，然后跟着老师去学画。所以意思是那个时候有人可能会觉得倪蒋怀其实不是天分那么高的一个选手，甚至他只是一个资助者，他是个业余的。我们就是当成是业余的画家，会比较完整一点。因为他并不是以卖画为生的那种职业画家。我们讲到这种职业画家，多是指陈澄波或李石桥这种纯粹以绘画为生的这种画家。那倪蒋怀当然就不是，他的作画时间也很不稳定，也没有那么多的大作诞生。在这个展览中，我们看到很多其实都是他的写生的小品。然后少数有些是他满意的话，他就会带回家细修，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跟日期。在展场跟我介绍的时候，其实你有讲到，就是说他们落款这件事情。落款这件事情，其实对画家来说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就是我对这个作品负责任了。所以很多没落款的作品，其实是他可能并不满意的一些习作，没有完成的。但是在这个展览中，因为它是以地点作为展区的划分，例如说瑞芳、矿山，或者说基隆，例如说台北，所以这些写生的习作跟正式的作品其实是被交错的陈列。没有经过适当的引导的话，其实我们很难对倪蒋怀的画风有一目了然的认识，就觉得说倪蒋怀的画作好像不是那么成熟跟精致。可是你真的有觉得没签名的弱于有签名的吗？我个人的观感，或者是现代的眼光来看，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他没签名的画作，有时候也反而很精彩。对，反而很精彩，的画作。对。但是回到当时的那个审美的语境，以及倪蒋怀个人的一个审美的情境来看的话，他有签名的画作很多是他认为完成度更高的。那个完成度更高，可能是更像是他的老师石川清良的画风，更像是他当时想要追求的其他日本水彩画家，像真野纪太郎、大下藤次郎这些当时有名的日本水彩画家的那个风格。他才是他认为是好的作品。你最喜欢
李蒋怀画成的什么东西？李蒋怀的风格跟他的老师还是有些不一样的。他老师石川七郎的风格有时候还是会把台湾的风景定型化成特定的一些要素，到了晚期会比较套路化。但李蒋怀的风格其实是一直在不断的写生的过程中，慢慢的在修改调整，所以有时候可以看到他的画作里面，例如说同样都是描绘基隆，他的风格是很多变的。那种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李蒋怀的笔触是不断的在调整，对于空间的表现、色彩的表现，它其实有一个有别于石川的自己的一个品味，在慢慢的被自己摸索出来。欣赏李蒋怀的画作，不要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画的不那么好的石川七郎，应当是要去理解他如何用自己的一个方式去很直率的面对台湾的风景、台湾的景物。在李蒋怀那个年代，没有网络那么多的媒体，可以 Google 搜寻看到很多经典的画作，里面有前人的画家可以去参考，等于说他是有点像是开拓者角色，去自己去摸索台湾的风景应该怎么被描绘的过程。那他唯一能参考的典范，可能就是他的老师石川七郎。所以有时候他会觉得他没有画得像他老师那么好，或像他的同辈蓝银鼎画得这么好，但是他那样子独自摸索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也是很可贵的一件事情，很值得去细细品味。尤其他跟我们现在所常见的很多的水彩画家的风格又是很截然不同的这样子。我自己看李蒋怀的作品，他绝对不是那种手非常巧妙的那种人，就是说他不是那种会画出很柔美、很技巧的那种画家。像展在蓝银鼎旁边那2件素描，一个是李梅树画的，一个洪瑞麟画的。对，那个李梅树跟洪瑞麟的画的李蒋怀素描，都明显是一个技巧造型抓的都更好的一个版本。就是他们都受过学院的训练了。对，那我这次看到他的画，我之所以这么被感动的原因，其实恰好就在这里。他那个作品本身可以说非常不谄媚，很直接，而且甚至其实还有一部分他画的很主动、很主观。在猴硐画的那几座山有没有？那个是属于一种写生当中知道怎么去整理场景，才会淡发出来的那种主动。而这个主动其实不是一个大家都会有的，因为我觉得连他老师跟他对比起来，画都没那么主动，而且画的甚至很漂亮。但是李蒋怀的画，它其实并不只是漂亮这个东西，然后他的主动会让我觉得，其实这个品质非常难得。这才是后续台湾美术史的展览要做的事情，就是扣除掉前辈画家台湾美术史的标签之后，他的画作是否能够感动人心，能够被鉴赏、被欣赏这样子。对不起，我想问一下，李蒋怀他知道塞尚吗？知道吧？他的那个藏书里面应该是一定有。对啊，因为我当时看到李蒋怀的作品的时候，以为是有一个画家用新印象的方式，不管是塞尚的还是怎么样的方式，而且练得不错的，非常有绘画品质的方式去解释台湾。然后我其实当时看到的时候，我是想说，哇，这个也太屌了吧！塞尚跟梵谷的画风，在1920年代的、230年代的东亚，不管是中国、台湾或日本，其实是很受欢迎的。像陈澄波就是超爱梵谷，自诩为梵谷的追随者、崇拜者。是哦，对，然后塞尚的风格，其实在很多后来的前辈画家陈植棋、李梅树、李石桥也有去尝试塞尚的风格。我觉得李蒋怀应当也是知道，尤其在那个年代，就是1920年代末开始，台湾的水彩画也面临到慢慢被油画，就是跟油画有竞争的关系存在，因为在展览会里面，油画就是可以比较吸睛，画比较大，然后视觉效果更好。那可是水彩它受限于风格技法的关系，台湾的水彩画会被在审查过程中被刷掉，所以其实包含台湾跟日本，其实当时他们的水彩画家其实只有尝试过很多种自己的改革的方式，对，纳入不透明水彩的技法，或者是在风格中融合一些油画的元素，跟当时流行的也许是油画家、后期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在里面。OK， 我们把李蒋怀的展览这样子讲完之后，因为其实这一期我们本质上是在聊水彩跟台湾那种关系了。那当然是因为我看到李蒋怀才发现，原来我对台湾的水彩的了解，我只了解我当学生的那一段。因为其实我出国之后，我才发现，其实只有台湾或者是日本会把水彩当做一个科目，很专精的研究它。甚至我觉得到最后，其实我们对这个东西，这个材料本身是有一种特殊的崇拜，我们会为此办独特的奖项、独特的组织
去研究它。而这个事情其实我在国外是没有，因为我在法国念书的时候，水彩会直接被当作是什么素描的一部分。我今天端出一张画给老师的时候，他都甚至不会说啊，这是很厉害的水彩画，就说哦，这个这张小画很不错，这样就过去。所以我要问的是说，为什么水彩在台湾，在我们成长那个阶段，有一个这么特殊的地位？回顾水彩在台湾在东方的一个发展，水彩其实很早就传入东方的一个西洋美术的各个媒材来说，水彩是很早就传入的。它被用作国土的测量、地图的测绘的一个媒材，原本是跟公共建设、土地开发是有关系的，而且它适合随身携带嘛。很多军方在做测绘、描绘战地的速写的时候，就会使用水彩这个媒材。这样，石川七郎是台湾跟日本水彩画的一个开拓者的角色，他把这样的运动带到了台湾，导致台湾水彩比油画还更早进到台湾10年多进到台湾，所以台湾最早的第一批西洋画家都是画水彩的。另外一方面也是水彩的媒材的特性，水加颜料嘛，还有在纸张上作画这个特性，其实在他们水彩画运动者、创作者的论述里面，会认为其实是跟东方的水墨媒材是很亲和的，所以说他是鼓励很多的人去学水彩，就这个原因，因为他认为东方人应该很适合。对这个媒材是很熟悉的。我很好奇的一点是说，当初这个水彩跟油画的这个分庭抗礼的这个趋势啊，就是要说我要跟油画比写实吗？还是说哦不，我水彩要搞我水彩的东西？我们要回到当时台湾那个情境，对，1910到20年代的台湾。没有展览会，美术鉴赏的群众没那么多。画水彩画的目的是为了装饰自己的家里，或者是对于学生来说是学习现代西洋知识的一种媒介，或者是他可以把这些画作画成明信片，然后寄到日本去介绍台湾的风景。就是这是当时石川七郎对，就是它其实是有土产会、观光商品的东西，介绍台湾风景的一种方式。因为没有展览会的关系，所以它不需要一开始并不需要油画竞争，甚至没有油画的存在。因为油画要存在在台湾，你必须要有商店卖颜料，油画颜料，不然你还要每次从日本扛回来，太麻烦了。水彩颜料其实是比较早期被引进到台湾，那是直到了1920年代，有水彩画家石川的学生们跑去东京留学，进入学院里面，他们开始学油画，以及东京来的油画家，他们在台湾开始扎根，尤其像岩月桃甫。这样的人，那么这些人后来就成立了展览会，后来的全省美展的一个前身，这样子。在展览会机制里面，水彩画跟油画被摆在一起看的时候，水彩跟油画的竞争关系就出来了。尤其这个竞争关系跟他们的引进者、老师之间的门派的对立也好，风格的对立也好，因为石川七郎所代表的其实是一种英式的风景水彩，岩月桃甫所代表的是一种后期印象派的油画，所以那个时候的媒材其实是跟技法是有点绑定的关系。像岩月桃甫作为展览会的审查员，他就批评台湾的水彩画家只会去学习石川七郎的风格，因为在台湾当时推动水彩画老师几乎就只有石川七郎。而且岩月桃甫自己本身是画野兽派的，所以他到底是骂水彩风格还是骂水彩这件事情？他其实骂水彩画家应该要去进取的学习不同的风格，不要只是学石川老师的风格，所以会导致说后来水彩画作的入选比例降低甚至消失，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很多水彩画家他们要维护石川老师的风格，他们认为这样的风格是在台湾具有历史意义跟特殊的意义，这样，所以他们会成立水彩的画会，台湾水彩画会。其实日本同时间有日本水彩画会，这样的一个水彩画的团结组织。那他们要强调他们跟油画有差异，例如说他们会重视说水彩画家们要一起集体出去写生，因为水彩画很方便嘛，所以集体出去写生团，描绘各地的风景。展览中的画作写生的比例会很高。对，所以这会凸显说他们跟油画创作的一个差异。所以这是油画是工作室绘画，是你在工作室里面去精密去做，然后就搞出来一个东西，而水彩是我们出去写生，然后带回来的新鲜经验。有一段时期，水彩画家会去强调这件事情，甚至会举办什么旅欧水彩展、旅东南亚水彩写生展，有这样的情况。那台湾的水彩画家也很主动的会去做这些事，他们会去日本旅行写生，会结伴去东北亚、满洲、去朝鲜半岛旅行写生，然后会跟日本的团体很多交流。那战后就是随着政权的转移，外省水彩画家进来，石川清朗的学生们他们的视
力就有点散掉，然后进入到台湾的各地的国中小学的教学体系里面。那台湾水彩画战后的一个发展，其实就是另外一个脉络。但齐宇老师，你自己想想看，现在的台湾，你说水彩弱势吗？而这件事情讲起来很好玩，其实表面上来讲它是有当代艺术，然后当然还有所谓画布上的各种亚克力啊、油画这些材料进来。可是问题是，刨根问底到最后，大多数很多人的背景都是水彩底。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跟石川的影响有一点关系，因为石川清一郎的学生以及他学生的学生，就是扎根在台湾各地的中小学的教育里面，然后成为很多人的一个美术的启蒙。我们这些学画的孩子，从小不会去学习油画，一定会在国中小学的课堂接触水彩。对，他们的老师其实很多就是在那个体系下进入这些教学现场这样子。因为你记得我们以前当学生的时候，老师总会说，到了大学才学油画。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就要把水彩啊给练好，这样。其实我甚至到最后还发现很多事情很好玩。很多人到了大学的时候拿了油画去得奖，但他心里头心心念念的是如何画水彩这件事情。他会有个回光返照的过程，然后他会觉得其实我还是爱画水彩。但这件事情我其实心头一直都懂，因为你看我们以前在画油画、亚克力跟水彩的习惯是很不一样的。水彩的一面墙是染出来的，这里面的水带上颜料，拉出一整片墙，还有一点变化。可是到了亚克力或者是油画，那个墙是涂出来的。学水彩的时候，你的画面当中充满技巧的安排，充满这些各种炫技元素，对，各种炫技元素，对，那个东西我觉得至少说在做的时候是做的比油画更加聪明、更加巧妙。缝合、渲染、重叠、对，平涂这些技法的交互的运用，对，然后湿中湿、干湿的界限，以及一些特殊技法，例如留白胶、刮除的这些技法的交互的运用，会让我们在同年龄的相比会更显高竿。就是同样都是画水彩，可是技巧的差异凸显在这些。你看到了油画上面之后，没有说要先画亮的或先画暗的，反正就是什么盖过去就对了嘛。它就是个很暴力的东西。很多人从水彩到油画，水彩就像变魔术，到了油画像是在干嘛？在玩泥巴。在堆雕塑，一个是轻盈快速，然后东西出来，笔调笔意都蕴含其中。哇，另外一个是这个东西好像泥巴一样糊上去，然后最后糊得很透很重。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了一个断裂，其实就像为什么我以前会很讨厌倪蒋怀这种画家，虽然我画的是水彩，在高中的时候，我想讲的是说，为什么倪蒋怀虽然是前辈画家，可是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我们的水彩全然转向。它变成是有一部分的人去做，比如说拿水来挑战油画的写实的这种任务，然后甚至于最明显的一件事情是，你画习作的方法跟你画全国美展的方法，如果都是水彩是不一样。对，就是倪蒋怀也好，他也好，他们那个风格、审美方式并没有被现在当代的台湾水彩画继承下来。随着政权的关系断裂，那战后当然有很多中国来的水彩画家。马白水、梁丹峰、齐德进、李坤培，他们都会画水彩或者是彩墨的这些媒材这样子。他们带来的风格是很各式各样的。发展到后来，台湾有所谓的乡土美术的运动，文艺的运动，受到了美国怀乡安德鲁卫斯的那个风格的影响。有一些水彩画家开始描绘乡土的题材，或者是比较运用照片的技法。照片就以照片为资料去作画，也受到那个时候的一个照相写实发展的一个影响。那个时代的产物，其实就是奠定了我们现在学水彩画的一个基础。讲到底，我们学生时代第一个讲到的就是杨根生，那个就是属于那个水彩书拿起来干靠北像，有没有？对。然后那个竹篮子啊，葡萄啊，那个瓦斯灯还是什么煤气灯，对，森林是还是很后面的，它前面都会。还比较乖画一些古典景物，对，然后再来就是谢明昌，就是他这里面对于什么脚踏车啊，然后墙壁啊，斑驳的墙壁，对，质感充满质感的描绘，那个就跟当时那个乡土的运动其实是很有关系的啦。但等于说，其实我觉得我们无法确切找到。像倪蒋怀跟到谢明昌、杨恩生，乃至于后面的简正为这个中间的一个时代断点，到底出现在哪里？很直白的说，就是倪蒋怀那个时代的师资跟那些画家的传承，并没有跟战后的台湾水彩画发展是衔接的。
就是唯一的接点就是蓝印鼎，但是蓝印鼎在战后其实并不太去指导学生作画，它就是很独立的一个风格，然后去把那个中国水墨的一些元素融进在自己的画作里面。它跟学院里面的这些老师所传授的水彩画是截然不同的东西。你有没有觉得，当时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候，仿佛金木写生倪蒋怀，但是要画学生美展、全国美展，那就会变成杨安生、谢明昌。也许是那个时代我们那时候的流行，然后我们会不自觉认为那样子的画作是精致的画作，是展览会参加美术展览的时候的一个画作。为了跟那个时候可能有些人开始画油画或亚克力同台竞技，水彩画也要朝向那个很精致、写实的风格。但实际上，水彩画的写实就是那个样子。对，它跟油画或者是亚克力终究是不一样的。对，它终究在拟真这一块没办法达到这么有质感的这种表现，那么不透明的这样的状态。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假想，我在猜，我觉得说当时会出现谢明昌、杨安生的画风，我觉得这是个人事件，这或许他们的兴趣爱好，当然也包括看到魏斯的作品。但是当时的学生去学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自己猜是有很强的写实焦虑的。而我的推论是这样，就是说，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水彩它始终是一个无法很快速再现的东西？所以学生学着会觉得说，我到底在学在线的功夫，还是我是在学这个老师解释这个物件的方式？随着这个代数不断的增加，他会愈发的觉得自己其实是不是不会那个画最像最写实的那个东西？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当我看到一个人可以很写实，但是我仿佛只是在学别人有遗留下来程式化的画法的时候，我会有焦虑，所以我必须要去学那个最写实最像的。所以这时候就会分歧啊，有些人就会往油画，因为他要追求再现嘛，那就会去抛弃水彩，追求拥抱亚克力，拥抱油画这样子。水彩有自己诠释景物的一种逻辑存在，一种技巧存在。那它就会走出跟油画不同的路数，这样。我会觉得教学上，它被教授的时候不可以被当作油画的前奏，它就是你画出来就是为了画水彩。其实，在台湾，水彩之所以被当成油画前奏，还是作为一种西洋美术的一个整体体系上的一种体系上承载的一个基础。先透过水彩理解了西洋美术的一些基础、透视、色彩的组合这些事情之后，再进阶到油画。因为油画一来它的颜料比较贵，相比之下颜料比较贵，对啊，学生阶段油画就比较难负担了。但其实蛮有趣的，就是这两个媒材的表达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刚好在台湾就形成了一个，好像是谁的前身。对，就是水彩画不好，油画就会画不好这样。这其实是很断，但这其实是很断裂，就是对，明明水彩画得好的，你油画也不见得会画得好。对，甚至是这两个可能就没有关系。比如说你当过那么久的美术生，你不觉得吗？如果我们刚开始的基础功是油画，我们的挫败感会很低。那就是一个，就是说至少我看到什么颜色，我就是调就对了嘛。就是油画不用去管缝合嘛。对啊，不用去管缝合，不用去算它。缝合法真的是对学生来说是一个难度很高门槛。那我相信这对其他国家的人来说亦然啊。但这个门槛你跨过去了，但它其实跟油画没有很大的关系。对，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在台湾。OK， 反正 anyways， 我们今天就是把水彩大的东西大概聊了一遍，这里面大概聊到了倪蒋怀，然后聊到了那个时代的时代风貌，然后聊到就是为什么水彩从他那个时代到我们这个时代经历一个这样子的巨变或这样子的转换，然后还有就是水彩作为媒介本身为什么那么被崇拜这件事情。OK， 那我们这样子聊完，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齐豫老师的到来，然后这是 Painterverse，一个关于绘画以及画家频道，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